在5000多年前，婚内出轨会判死刑，你敢相信吗？前几期我们聊到苏美尔文明有很多的谜团，也有很多超乎于那个时代的天文技术、医疗系统。但是你不知道的是，还有关于超乎那个时代的思想。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只表达个人的理解听听就好。大概在5、6千年前，苏美尔文明的时代，居然有一个法治社会，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乌尔纳姆法典这部法典出土后，虽然只有残缺的一部分，但是还是目前人们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法典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婚姻、家庭和刑罚等方面。这部法典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有意思的创新，它在西亚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它对后来的两河流域各国制定的法典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这个时代呢，你是可以离婚的。第一次离婚你只需要交1米纳白银就可以了，第二次离婚交0.5纳米白银。你可以离婚，但是你绝对不可以在婚内出轨，因为法典上明确说通奸者会被判处死刑。如果你一直是个遵纪守法的良民，那么国家就会给你分一块私人的土地，那你的家族恰好又是个贵族，那还可以给你申请一些公社土地。公社土地每年只需要给国家上交一些赋税就可以了，并且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天气的原因造成不能收获，因为这个国家会帮你建成一个完整的灌溉系统，而且你还用你自己的牛驴来帮一切的耕种。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熟悉？这不很像现在的社会吗？但是苏美尔没有像古埃及那样拥有一个很大的国家系统，但是它实行的制度竟然和今天的联邦制非常的相似。他们建立了10几个独立城邦的小国，每个城邦的中心都有一个寺庙，然后围绕这个寺庙开始展开建立各种建筑，人们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到这个寺庙来解决。当别的国家还在用石器时代的时候，苏美尔人就开始用泥瓦来盖房子了，就包括他们使用的楔形文字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苏美尔人的思想这么先进，那么这个文明它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网上很多人说苏美尔的文明它起源于我们华夏，因为华夏文明和苏美尔文明有太多的共性。下期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大家好，我们要说起苏美尔文明它是6000多年前凭空出现的一个文明，它本身就非常的神秘。我们再来看这张图，这张图是巴格达博物馆中苏美尔文明时期的人物雕像。我们可以看出来，大致它分为2种，一种它是有卷头发、长胡须的长脸人，还有一种呢是没有胡须、没有头发的圆脸人。但是我们知道，上古时期人类都是以同个部落为单位生活的，但是这种有2种部落文化的也是比较少见的，而且那种圆脸人的外貌特征和东方人还很像。之前说过，苏美尔人使用的楔形文字，而中国使用的呢是象形文字甲骨文。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2种文字进行了对比，大多数都是比较像的，而且还有专家比较了这2种文字的词类也是最高度相似的。再比如说中国的轮子，传说是皇帝发明的，皇帝生活的年代大约在4000年前左右，而苏美尔人也是差不多在4000年左右发明的轮子，这是巧合吗？大家好，苏美尔文明难道也是仿制我们华夏文明的一个谎言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谜团。我们前几期中提到吉尔加美什史诗呢，它在今天也被承认是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英雄史诗，早在几千年前的苏美尔人中就口口相传。而这部史诗中说，苏美尔人开始酿酒、使用青铜器、灌溉技术等一些先进的思想，它都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这个人就是吉尔加美什。在吉尔加美什没称王执政之前，苏美尔人都还在使用石器、陶器，也没有灌溉的想法。在吉尔加美什之前，苏美尔它就是一个大型的部落，在吉尔加美什出现之后，苏美尔才能叫上苏美尔文明。我们再往下看，既然我们说到了吉尔加美什，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在他身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恩奇都。根据史诗的记载，早期的吉尔加美什他是一个暴君，特别的野蛮，所以神就创造了一个浑身是毛的生物来制约他。2个人一开始呢是一见面就打架，后来慢慢成为了朋友。他们经历了生离死别，最后2个人一起将苏美尔文明走向了辉煌。而这个转折点就是因为恩奇都的出现。恩奇都大约是在公元前27世纪中期出现的，我们计算一下，差不多就在4750年之前。根据史诗的描述，恩奇都他是个半兽人，头上有2个牛角，脚还像牛蹄子一样。总结一下呢，就是在4750年前，
在两河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精通灌溉技术，可以驯化野兽，还会制作青铜器的人。但是大家想一下，吉尔伽美什氏他是一个暴君，非常的自负。恩奇都有何种魔力能与暴君平起平坐呢？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如果恩奇都它是一个整个的部落呢，一个会使用青铜兵器，还有着牛角和牛蹄特征的部落，突然出现在苏美尔人的森林之中。他帮助苏美尔人种植小麦，修建城市，建立了苏美尔文明，而且他们还自称黑头人，是来自东方。这就和我们的历史非常的吻合了。蚩尤和黄帝大战恰恰就是在4750年之前，也恰好蚩尤这个部落的外表就是长着牛角和牛蹄，他们擅长兵器。而蚩尤被黄帝打败之后，这个九黎部落突然就消失了，在我们的历史中找不到任何的记载。我们两者结合一下，蚩尤在4750年前在东方突然的消失，然后在西方4750年前又突然的出现恩奇都，所以恩奇都就是这个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也绝对不是没有可能的。随后随着三星堆遗址的出现，已经证明了我们华夏在4、5千年前四川地带人们就开始使用了青铜器了，而且苏美尔人的图腾之中大多数都是半人半兽的形象，这也就符合了蚩尤部落的外表形象。九黎部落他们刚来到两河流域，然后把从华夏先民那里学到的文明交给了苏美尔人，这也就演化出了我们已知的苏美尔文明。在苏美尔文明的传说中，他们的创世神恩基和尼玛赫就是我们华夏文明中的伏羲和女娲意外的相似，他们都是人首蛇身的形象。还有人说，苏美尔人在大洪水之前的神话已经融合了我们华夏文明的神话，他们把我们的三皇五帝8个人正好改写成了苏美尔王表中的前8位君王。在苏美尔的文明的遗址中，有许多的文物都和我们中华文明非常相似，巧合多了，难道还真的是巧合了吗？后来时间又到了近代民国时期，西方挖出的苏美尔和华夏文明高度相似，我们因为没有什么证据，所以中国人一度被认为是苏美尔人的后裔。但是现在不同往日了，考古学家挖出了殷墟和良渚，我们的文化底蕴强大了起来，可以说我们华夏文明不输给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文明，我们的高等史前文明也在慢慢的变得清晰起来。所以也是我个人认为什么苏美尔、亚特兰蒂斯，世界的文明起源就是在东方。在大洪水过后，苏美尔文明并没有被消灭，王权再次从天而降。而这次的王权在基石诞生，在基石的时期总共有23位君王，这一次的君王统治时间都平均在1000年左右了，虽然比之前万年减少了很多，但是还是令人感到很惊讶。基石被人攻破以后，王权转移到了埃安纳，虽然在这期间也有几个统治时间很长的君主，如1200年、420年、324年，但其他的都在100年以内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君王的统治时间变得开始合理化了，如8年、21年、10年等。而且我们越往下看，越发现有一些君王的名字开始和历史重合了。所以我们提出合理的猜测，或许大洪水之前的统治者都是神族，不然怎么解释他们的寿命有如此之长呢？然后大洪水以后，第一波在基石的神族，他们并没有灭绝，但是被剥削了神力，逐渐变弱了。后来到了埃安纳时期，逐渐开始让人类参与其中，神开始慢慢的从苏美尔王朝退出身影，直到那些统治时间正常的君主才是我们正常的人类。后来经过很多年的研究有一部分人提出这样的猜想，说其实王表中的第一位王是吉尔伽美什，他统治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2600年到2700年，说苏美尔根本就没有想象的那么神秘而久远，肯定是古人夸大其词了。他们故意将君王在位的时间更改了，让人们更相信他们的君王就是神一般的存在。还有前几期我也说过，他们的医疗水平、天文知识等等都比那个时候的人类要先进很多，甚至可以说要先进几千年不止。那么这些苏美尔人，他们本来就是神，还是神教给他们的这些知识呢？而这里的神呢，或许我们就是可以理解成外星人的意思。但无论是谁，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整个苏美尔文明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没有像我们中国一样传承到今天，这个答案恐怕只有那个时期的苏美尔人才能知道。